血，到处都是血。萧逸晨，为什么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却这样对我？九哥，对不起，可是萧哥哥太好了，而你太碍眼了。你的天凤灵根我要了，你天生灵根，可你从来没真正用它做过什么大事，不如给我，我替你好好珍惜，好不好？好一个姐妹情深，如烟，我待你不薄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九哥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天真。在这个世界，实力才是唯一的真理。你没有实力，就只能被人踩在脚下。你的灵根留着也是浪费，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用过它，不如给有用的人。好，萧逸晨、柳如烟，你们等着，如果有来生，我凤九哥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，一定让你们生不如死，一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神族血脉觉醒，万年封印解除。凤九哥，你回来了。九哥，你到底听见没有？九哥，太后赐的婚是多大的荣耀！萧哥哥是人族太子，天玄大陆最年轻的天才，你嫁给他就是太子妃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你还有什么不满？荣耀？你觉得这是荣耀？当然啊。九哥，你不会是在害羞吧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要我叫大夫？如烟，你出去一下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九哥，你来了。萧太子，今日是定亲之日。不错，今日你我二人定下婚约，日后便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夫妻？凤九哥，你干什么？凤九哥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是不想嫁给你。放肆！你滚！九哥，你这是何必？这门婚事是太后的赐婚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当真要拒婚？父亲，女儿不嫁。不嫁？你说不嫁就不嫁？这门婚事是太后亲自赐的，你拒了太后的赐婚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后果？知道。所以女儿今日拒婚，明日便离开凤家。你说什么？女儿在天凤族并无牵挂，既然不愿留在凤家，便自行离去。父亲母亲养育之恩，女儿来世再报。前世的她就是从这里出发，嫁入东宫，开始了她的悲剧。今生的她从这里离开，走向未知的路。凤九哥，你当真拒婚？萧太子，请回吧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拒了太后的赐婚，你以为你能逃得掉？我逃不掉。萧逸晨，你搞清楚一件事，我不嫁给你不是因为我逃不掉，是因为天凤灵根，你怎么可能？天凤灵根，萧太子，你以为我是废柴？你以为我没有天赋？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天凤降世。萧逸晨，今日这一拳是你欠我的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算。青云宗，听说今年青云宗的入门测试要测天赋、测悟性，3项全能进入内门。天赋、悟性？是啊，我听说去年的入门测试，整个北冥州只有3个人进入了内门。他的天凤灵根可是万中无一的天赋。下一个林清雪，金灵根上等，天赋、悟性上等，进入内门。下一个王浩然，木灵根中等，天赋低等，悟性中等，进入外门。下一个凤九哥，凤家的人，
凤家不是拒绝了太后的赐婚吗？怎么还有脸来测试？她就是那个拒婚的凤家嫡女。听说她当众撕了婚书，还一拳打飞了太子。疯了疯了，这绝对是疯了。不过长得倒是挺好看的。这是天凤灵根，天凤灵根上等的上等，天赋无双，悟性无上，三项全能，天凤灵根进入内门首席。不可能，凤九哥，你怎么可能？凤九哥进入内门的第一天，就引起了整个青云宗的轰动。天凤灵根、三项全能、内门首席，这3个标签加在一起，在整个青云宗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传遍了整个青云宗。凤师姐，内门的修炼室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在第7峰，风景最好。凤师姐，这是内门的修炼手册和功法选择，请您过目。凤师姐，我是内门大弟子赵天阳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他不在乎这些虚名，也不在乎这些阿谀奉承。这些人在他展露天凤灵根之前，一个个对他冷眼相待；现在他展露了天赋，又一个个贴上来。运转天凤灵根，前世我在临死前才勉强觉醒了血脉的一丝力量，那一丝力量帮我完成了涅槃重生，但也随之消散。这一世，我要在短时间内完全觉醒血脉的力量。而要觉醒血脉，我需要一样东西——仙骨。那块仙骨，我要得到它，我要站在9天之巅，让他们知道他们错过的是什么。但现在还不是去9天仙宫的时候。青云宗的秘境可以帮我快速提升实力。这一世，我要进入所有的秘境。凤九哥走出修炼室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的清晨。第7峰的主干道上，已经有不少内门弟子在晨练。凤师姐，您今天有什么安排？弟子们可以为您效劳。我等你很久了，我听说你要去秘境，我想跟你一起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内门大弟子，保护内门首席是我的责任。好，你跟来。凤师姐，你打算去哪个秘境？天凤秘境。天凤秘境？天凤秘境是最危险的秘境，里面的试炼非常困难。据说每一年进入天凤秘境的弟子，只有不到1半能够活着出来。凤师姐，你真的要去？为什么不去？赵天阳，你怕了？不怕，我只是担心凤师姐的安全。 6月初6清晨，青云宗的秘境准时开启。主角是啊，是啊，不知道都有什么议论，看来是真的了。今年的秘境开启和往年一样，每个弟子选择一个秘境进入，在秘境待3天，3天后秘境会自动关闭。秘境中的试炼难度各不相同，天凤秘境最难，龙渊秘境次之，仙阶秘境最简单，但难度越高，奖励越丰厚。现在选择你们要进入的秘境，所有人进入秘境。天凤秘境非常大，比青云宗的任何一座山峰都要大。凤九哥从天凤秘境中出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站在一片金色的天空中，这里的灵气是青云宗的10倍。1圈、2圈、3圈，第49圈，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他需要找到天凤之泪，天凤这一族最珍贵的宝物之一。天凤之泪可以完全唤醒天凤血脉，让血脉的力量暴涨巅峰。天凤之泪，触感冰凉，但其中蕴含的灵力却温暖如春。凤九哥从天凤秘境中出来的时候，3天已经过去了。凤九哥走出石门，看到广场上聚集了数百名内门弟子。 大家都在等待着秘境的关闭。武馆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。今天的比武现在开始，谁先来？我。好。下一个对手是谁？
我好，比武开始。红色长袍少女，筑基期2层，天赋上等，悟性上等，但和我相比还差得远。红衣少年胜。下一个对手是我。内门首席要上台比武，他能打得过王天霸吗？内门首席，你以为你毁了策灵杯就可以目中无人了？凤九歌胜。凤九哥回到修炼室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打算修炼天凤秘术的第2层，凤舞9天。我需要去青云宗的藏书楼，寻找更多关于天凤一族的资料。有了这块令牌，我可以进入藏书楼的任何一层。这一世，我要去第3层。藏书楼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。大厅的尽头是3道楼梯，分别通往2层和3层。天凤一族是上古神族之一，天凤灵根是修仙者最强大的灵根。第2天一早，凤九哥离开了青云宗，行囊中装着灵石、丹药、天凤秘术的笔记以及天凤之泪。北冥雪山距离青云宗3000里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大约需要3天。最终来到了北冥雪山的脚下，寒风如刀，搁在脸上生疼。登上雪山需要穿过3层危险区域，第1层暴风雪区，第2层冰龙谷，第3层9天仙宫的守护阵法。他穿过了冰龙山谷，来到了9天仙宫的守护阵法前。9天仙宫由白玉砌成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宫殿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水池，仙谷触感冰凉，但其中蕴含的灵力却温暖如春。我终于得到它。凤九哥从9天仙宫走出来的时候，手中握着仙骨和仙元之气。他飞了大约2个时辰，最终来到了一片山谷前。山谷尽头是一个蓝色的湖泊。我需要在这里完全觉醒天凤血脉。光芒之盛将整个北冥雪山都染成了金色。这股力量从丹田开始，沿着经脉向全身扩散，所到之处，肌肉变得更加结实，骨骼变得更加坚硬。天凤血脉完全觉醒了。天凤血脉完全觉醒之后，我可以操控天地间的元素之力。首先是火，然后是风，最后是雷。我可以操控一切元素。天凤血脉完全觉醒之后，我的力量已经远超常人。但这只是开始，我需要回到青云宗，参加宗门大比。宗门大比的冠军将获得进入9天仙宫的资格。我要在9天仙宫找到更多关于天凤血脉的秘密。上品破境丹，他竟然炼制出了上品破境丹。破，筑基期9层，差不多了。金丹期2层，你以为你毁了策灵杯就可以目中无人了？
凤九哥胜。宗门大比规则简单，两对决晋级。凤九哥一路过关斩将，修为从金丹2层提升至5层，天凤秘术修炼至第6层，目标直指冠军，进入9天仙宫寻找血脉秘密。半决赛正式开始，金丹期5层，你以为你就能赢我？本届宗门大比的冠军是凤九哥。凤九哥，这是9天仙宫的令牌，有了这块令牌，你就可以进入9天仙宫。他需要去9天仙宫，要在那里找到更多关于天凤血脉的秘密。凤九哥走进了9天仙宫，参见天凤传人。凤九哥，萧逸尘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阻止你。天机老人说，你的天凤血脉注定属于他，我不能让你。不让我怎样？不能让我觉醒天凤血脉，不能让我找到我母亲，不能让我复仇。进入这个秘境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，但我没有退缩。秘境中有我需要的东西，有能够对抗天机老人的力量。这道光柱是秘境中的某种信号，意味着秘境中的宝藏已经被发现了。时间不多了，天机老人已经在路上，我必须在他来之前找到宝藏，我必须在他来之前变强。我需要找到宝藏，找到对抗天机老人的力量。这道光柱是秘境的信号。天凤诀分9个阶段：觉醒血脉、强化灵力、重塑经脉、凝聚凤凰、凤凰涅槃、凤凰重生、凤凰升空、凤凰降临、凤凰归位。还不够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。经验师，你退不退？凤九哥已经进入了秘境，他正在寻找宝藏。凤九哥，你以为你找到了宝藏就能对抗我？不，你的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中。接下来该让萧逸尘出场了，让萧逸尘去阻止凤九哥，然后我亲自出手取走他的天凤血脉。去吧，将这封信送到萧逸尘的手中，告诉他时机到了。萧逸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凤九哥的报应就要来了。凤九哥，你的宿命已经注定了。
凤九哥，你即将走进我的陷阱。凤九哥，你的宿命已经注定了。凤九哥，你的天凤血脉注定属于我。上古神族的传承注定属于我，而你注定会成为我登上9天之巅的垫脚石。血夫们，300年前差点覆灭青云宗的邪恶门派。青云宗宗主，交出凤九哥，血符门可以饶你们全宗上下不死。血符门，你们已经很久没有踏出北冥州了。青云宗不是你们想欺压就能欺压的。哼，青云宗，3年前你们宗主还不是化神期吗？现在不过化神期7层，也敢在本座面前逞口舌之力。凤九哥，你身上有仙骨，把仙骨交出来，本座可以饶你不死。血符门门主知道仙骨的事，他们是天机老人的人。交出仙骨！血符门，你们欺人太甚！护山大阵最多再撑半个时辰，弟子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我来。凤九哥，你倒是识相，把仙骨交出来。仙骨没有，要打就打。化神期，天凤诀，第3层，凤舞9天。化神期1层，你才多大？和你无关，滚！这只是开始。血符门只是天机老人的棋子，真正的敌人还在后面。修为突破化神期3层，仙骨的力量正在与我融为一体。凤九哥，出来！凤九哥，1个月前的宗门大比你赢了，但我不服。不服？那你再来。这个月我闭关修炼，修为从化神期2层突破到了化神期6层。凤九哥，你确定还要和我一战？来吧。凤九哥，得罪了。天凤诀，第2层，凤鸣9霄。怎么可能？再来。天凤诀，第3层，凤舞9天。你输了。你的修为只有化神期3层，为什么能打败化神期6层的我？萧逸尘，你太干净了，你的剑没有杀气，你的灵力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，干净的人活不久。我不服。那就变强，但别再来了。柳如烟到底是谁？她为什么和天机老人有关系？为什么要用断肠散污染灵泉池？前世他背叛我，这一世我提前发现了他的异常，但他背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有脚步声，很轻。柳如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九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赏月，你呢？我也想赏月。九哥，你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我最近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一个很可怕的梦。梦里我背叛了你，你死在了天机老人的手里。他在说谎，灵力波动，呼吸加速，瞳孔收缩，这些都是说谎的标志。梦而已，梦都是反的。你不会背叛我，九哥，谢谢你。柳如烟，你的梦不是梦，你的背叛是真的，但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你机会。这日清晨，青云宗山门前聚集了数百名弟子，内门弟子、外门弟子，甚至一些长老也来到了山门前。上古秘境，这是青云宗历史上最神秘的一次秘境开启，不是天凤秘境，而是一座上古神族遗迹。诸位弟子，今日开启的秘境是一座上古神族遗迹。全场安静。上古神族遗迹在万年之前就已经存在，
遗迹中藏着神族的传承。今日封印解除，遗迹开启。神族遗迹，10000年之前的遗迹。遗迹中有3代宝物：第一，神族传承之力；第二，神族武器；第三，神族丹药。但遗迹中也有危险，遗迹中有上古禁制，有守护阵法，有妖兽。进入遗迹的弟子生死自负。愿意进入的站出来。封印解除。遗迹中不再是浮空岛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我遇到了第一波人，3支队伍，一支是青云宗的弟子，5个内门弟子，为首的是一名筑基期巅峰的师兄，名叫林清源；一支是皇城天剑门的弟子，3个金丹期弟子，为首的是一个面容阴鸷的青年，名叫楚天阳；一支是南疆巫族的弟子，2个化神期长老带着4名弟子。3拨人在这片森林里相遇了，气氛很紧张。天凤灵根，天凤血脉。我没有看他，我的目光在3个队伍之间扫过，心中已经有了判断。青云宗的弟子是我的人，天剑门的弟子是敌人，南疆巫族的弟子是变数。在下林清源，愿与阁下携手，共谋大业。各位，我们都是来探索上古神族遗迹的，不如合作。合作？凭什么？凭大家都不希望在这里内斗。上古神族遗迹中危险重重，内斗只会两败俱伤。我提议，各走各的。上古神族遗迹很大，不需要挤在一起。天凤血脉，10000年未见的天凤血脉。我劝各位小心，这遗迹中到处是空间钮的符文陷阱。我之前在遗迹的入口处看到过，石门上刻着远古符文，那些符文就是封印和陷阱的核心。凤师妹，你的天凤血脉可以感应到符文陷阱的方位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愿意。你一个人就能感应到符文陷阱？天凤血脉可以感知天地法则的波动，符文陷阱也是天地法则的一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合作。凤师妹，你小心一点，遗迹中的符文陷阱很危险，空间扭曲可以把你传送到另一个维度。到了。这扇门怎么开？不知道。上古神族的封印不是我们这种修为能破解的。整个洞穴就是一个迷宫。凤师妹，你停下来干什么？小心，这洞穴中有空间扭曲符文陷阱，踩错了位置会被传送另一个维度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在这里等死。1次、2次、3次，不是陷阱太密集，而是陷阱在动。刚才那些符文是静止的，但现在符文在移动，它们正在重新排列。后退。已经晚了，空间扭曲了，我的身体被拉扯、压缩、折叠，像被揉皱的纸，然后我坠入了虚空，无尽的虚空。运转天凤诀，你掉进了空间陷阱，然后你打碎了空间壁障。空间壁障是上古神族的封印，元婴期巅峰都打不碎。我打碎了。天凤血脉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继续前行。洞穴的尽头是一座巨大的神殿，神殿的表面刻满了璀璨灵光符，符文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洞穴。我站在神殿前，感受着天凤血脉的跳动，血脉在体内疯狂跳动，这就是神殿。
万年之前的神族遗迹。天凤血脉的力量从掌心涌出。大殿的中央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远古碑文神族的历史。我走进石碑，天凤血脉在体内跳动，赤焰从丹仙中涌出，沿着经脉流淌，到每一个细胞。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，一种不属于元婴期的力量。神族传承，这就是神族传承。我的修为在短短1刻钟内从元婴期3层升到了元婴期巅峰。我睁开眼睛，感受着体内全线的力量，神族传承的初阶觉醒了。天凤血脉，万年未见的天凤血脉。你们在外面等我，我要去神殿的最深处。最深处？神族传承的完整版本在神殿最深处。最深处？你以为我们是你的人吗？你不跟就罢了。你，楚天阳，让他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最深处有上古禁制，元婴期以上的强者才能进入，你金丹期5层进不去。那你们呢？化神期可以进去，但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，谁也说不准。好，我们等等。我转身走向最深处，是一间巨大的密室，中央有一块石碑，和之前那间大殿的一样。我走上前，将手放在石碑上，产生了共鸣。怎么了？天剑门和南疆巫族为了争夺神族遗物打起来了。楚天阳没有参与打斗。我知道真正的宝物不在广场上，在神殿深处。凤九哥，天凤灵根，交出来！天凤灵根在你手里是浪费，交给我，我可以给你更好的资源，更好的功法，更好的修炼环境。做梦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可能！金丹期5层的修士，在凤九哥面前连一息都撑不住。凤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一招就打败了金丹期5层。天凤血脉，天凤真意。天凤真意不是靠修为碾压的，是靠领悟。你领悟了多少？前40。天凤诀的第1式到第4式。他想起3个月前，凤九哥刚进入9天仙宫修炼的时候，还是元婴期1层。3个月。楚天阳，你打算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燕破云是来执行任务的，他奉天机老人的命令来夺取天凤血脉。天机老人？天机老人认为神族的力量会毁灭天玄大陆。凤师妹，你全场都看到了。我没有接话，我知道天机老人的存在了。万年之前，他联合魔族发动了攻击，导致了神族的灭亡。现在他来夺取天凤血脉。万年之前，是你联合魔族发动了攻击。你知道了很多。石碑上的内容被删除了，但天凤血脉的共鸣让我看到了真相。神族和天凤一族曾经是盟友，然而我毁灭了神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族的力量会毁灭天玄大陆。神族的始祖创造了太多力量，那力量会破坏天地法则的平衡。所以你要毁灭神族？对，万年之前我用天机盘预测了神族的力量会引发天地崩塌。所以你用100万人的性命换你的没错。100万人换整个天玄大陆，这笔交易很公平。你做的没错，你用100万人的性命换你的没错。那你呢？你做过什么？我做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天玄大陆还在。天玄大陆还在，但神族不在了，天凤一族不在了，100万人不醉了，因为你的没错。代价是100万人的性命，代价是整个天玄大陆。天机老人，你说的没错，
但百万人的命不该由你来。风九哥，你天凤血脉的觉醒是我3000年等待的结果，天凤脉和神族传承的共鸣是天地法诀的安排。你呢？你的命由谁来决定？秘境崩塌阵法启动。整个秘境开始震动，我在空间扭曲中感受到了秘技的震动。我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天机老人以为我会被困在秘境中，但他不知道天凤血脉的共鸣告诉我，秘境有一个隐藏的出口，在东北方向。半个时辰过去了，天凤真火的护盾已经碎裂了70%，空间风的透视量越来越强。还要多久？护盾碎裂了90%，空间裂缝从他头顶掠过，但我已经冲出了石门，将崩塌的秘境彻底封闭，石门在身后关闭。300名进入秘境的弟子，活着出来不到100人。我睁开眼睛，站起身，我的修为从元婴期巅峰跌落到元婴期7层，肋骨断裂，但我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青云宗弟子进入秘境的42人，活着出来的29人。赵小虎，19岁，外门弟子；李青莲，17岁，内门弟子；张铁柱，20岁，外门弟子。南疆巫族进入秘境的30人，活着出来的12人。天机老人，他启动了秘境崩塌阵法，300名弟子进入秘境，活着出来的不到100人。天机老人在秘境崩塌的时候就启动了阵法，然后消失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了独吞传承。秘境中有神族传承的碎片，天机老人要全部拿走。烟雾殿中，每一个被念出的名字，都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里。我不能再等了。万年之前，他联合魔族发动了攻击，导致了神族的灭亡。现在，他要来夺取天凤血脉。北冥雪山，雪山仙宫于云雾之中，仙宫的大门缓缓打开。谢无渊站在门口。师尊，跟我来，坐。天机老人已经盯上你了，他启动了秘境崩塌阵法，不是为了杀你，是为了逼你现身。他手里有天机盘，可以预测未来。万年之前，他用天机盘预测了神族的力量会毁灭天玄大陆，所以他联合魔族发动了攻击。100万人的性命，对他来说，100万人只是一笔交易。他为什么盯上我？因为天凤血脉和神族传承产生了共鸣，你手里的传承碎片是天机老人要的东西，他想要完整的传承。这是仙骨，神族传承的核心，我守护了它3000年。天机老人要你的命，仙骨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3000年前，神族灭亡的时候，我接下了守护仙骨的任务。从此以后，我隐居于北冥雪山，守护了3000年。我伸出手触碰仙骨，我的指尖下散发着温热，但在触碰的瞬间，我感应到了一件事：那缕神石是谢无渊的，他不是普通的守护者，他是神族的人。这个发现让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仙骨融入体内，可以大幅提升你的实力，但融合的过程很危险，一旦失败，你会死。成功率30%。哼，师尊，你真是个好老师。我可以帮你融合，可以保护你的经脉，成功率会提升到70%。好，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仙骨融入了天凤灵根，金色的纹路从天凤根中涌出。我感觉自己的修为暴涨，到了金丹期9层，距离元婴期只差1步。天凤真火变得更炽烈，多了一丝紫色，那是神族的紫色纹路。天凤真火和神族的力量融合。我的修为金丹期9层，但真正的突破还在后面。元婴天劫，第9道天雷，天罚之雷，可以毁灭金丹期9层的修士。但我不怕，我有天凤血脉。天机老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会来，而且会带着更多的人来。黑煞楼，化神期到金丹期的高手至少300人。300人，青云宗挡不住，所以我要渡劫，进入元婴期。只有元婴期以上的修为，才能和黑煞楼抗衡。就是涅槃，死一次强一次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
9天之定，明天出发。希望堂堂正正的度过天劫，而不是靠死来突破。天际的雷声越来越响，乌云在天际聚集，云层中闪烁着紫光，那是天劫的前兆。第一道天雷来了，去吧。站起身，乌云在我的头顶聚集，紫色电光在云层中穿梭。阴人，敌人来。我被冲击力直退了3步，天防针混混挡住了天雷的冲击。第一道天雷，第二道天雷来了，天雷比第一道强了10倍。第9道天罚之雷，这不是普通的雷劫，这是针对天凤血脉的天罚。凤九哥被天罚之雷击中了，天罚的雷从他的头顶劈下，贯穿了他的全身，内脏破碎。凤九哥的身体在天罚之雷的冲击下化为了一团灰烬。九哥，但凤九哥没有真正死去，在他的灵魂深处，天凤血脉在跳动。九世涅槃，死一次强一次，前世他用了1次，今生这是第2次。天机老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他没有拿到神族传承的完整版本，他没有你手里的碎片。凤九哥，交出神族传承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万年之前，你守护了神族3000年，3000年后，你守护了一个丫头。对，你护不住她。凤九哥的天凤血脉和神族传承是天地法则的安排，必须把传承交给我。他不会交，那他就死。天机老人，你当年杀了100万人，今日来杀我，100万人换整个天玄大陆，这笔交易很公平。你的公平是用100万人的命换来的。哼！黑煞楼，进攻！师尊，我在，一起上。那就杀！这还没完，黑煞楼退了，青云宗保住了。宗主，凤九哥，多谢。我要去中州。中州水深，小心天机老人的眼线。我知道。师尊，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九霄宗，那可是中州最大的宗门，入门测试每个月举行1次，竞争激烈的很。测试内容是什么？灵根测试、修为测试、实战测试。灵根测试看资质，修为测试看实力，实战测试看胆量。能过3关的才能成为外门弟子。听说天机老人的人盯上青石镇了，怎么回事？天机老人的眼线遍布中州。他们伪装成商人、修士，甚至乞丐。你看到的每一个人，都可能是天机老人的眼线。凤九哥的神识感受到了老翁体内的灵力波动，一个化神期的修士伪装成一个卖糖葫芦的老翁，是金丹期巅峰。九霄宗的入门测试明天举行，听说有一个元婴期1层的散修要参加。元婴期1层，他的伪装身份。他的神识在暗中扫描整个青石镇，
青石镇方圆3里，化神期眼线一个在街角卖糖葫芦，金丹期眼线分别在客栈、药铺和铁匠铺，筑基期眼线7个分散在小镇各处，天机老人的眼线遍布青石镇。宗门坐落在中州中央的一座巨山上。第1项灵根测试，灵根碑矗立在测试广场的中央。金色天生灵根，白色上等灵根，蓝色中等灵根，灰色下等灵根，天凤灵根，天生灵根中的极致。但凤九哥不能暴露天凤灵根。上等灵根，通过。第2项修为测试，幻境中的妖兽是金丹期5层的实力。通过，进入下一项。第3项实战测试，他以元婴期1层的实力和金丹期3层打成了平手。平手，通过。天机老人的眼线可能隐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。天机老人的眼线，一个化神期的长老与天机老人暗中勾结，那个长老是谁？天机印，天机老人的标记。血祭大阵，那些不是普通的鲜血，是修士的鲜血。他们还活着，活着被血祭大阵抽取灵力。这股力量已经积累了整整1个月，血祭大阵即将完成。你来了，李长老，你果然来了。天机老人早就预料到你会来。天机老人，他在哪里？天机老人不需要亲自来，他只需要一个阵法，而这个阵法需要你的天凤血脉。不够。元婴期也敢挑战化神期？够了。化神期对元婴期差距太大。你以为你能赢？这个护宗大阵是九霄宗初代祖师留下的，冰属性灵力足盖10粒，元婴期以上修士一旦进入会被阵法压制3成。化神期修士，阵法会为施术者加持2成，而且血祭大阵已经开始运转了。不，你过不去的。你走吧，你打不过我。血祭大阵已经启动，3天之内就会完成。到时候天机老人突破合体期，整个天玄大陆都将在他的脚下颤动。谁有能力阻止化神期巅峰的李长老？萧逸尘，合作。九哥，我得到了你的消息，天机老人的血祭大阵在中州九霄宗的地下。我已经派人通知了各派高手，北明州的青云宗、南疆的万毒谷、东荒的灵剑门，我都派了信使，他们会在3天内赶到中州。3天后九霄宗见。太子殿下，信使说天机老人的血祭大阵将在3天后完成。对，我们需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。3天后我们3路齐进。李长老化神期巅峰，正面突破，风险很大。凤九哥不是普通元婴期，他的天凤真身化神期也挡不住，但李长老有护宗大阵加持，凤九哥需要在阵中作战实力会压制，所以需要侧翼牵制。太子殿下，你的修为是元婴期2层，李长老化神期巅峰，你上去就是送死。3年里他每天都在后悔，后悔在诛仙台上说出了剜出来3个字，后悔没有相信凤九哥。我去，就这么定了。3天后九霄宗见。你来了。你的人呢？他们还在路上，2个时辰后到达。好，正面突破交给我，侧翼牵制交给你。还有暗处破坏，需要另外2名元婴期修士从暗处潜入破坏血祭大阵的核心符文，灵剑门掌门和万毒谷主会去。
天机老人的血迹，我来阻止。中州隐世传人，暗卫身份，你不需要知道更多，你只需要知道我的血刃可以斩断天机老人的任何阵法。你的修为，你和天机老人有过节？元婴期4层，天机老人杀了我全家，我找他报仇已经找了10年。你认识他？谢无渊师尊说过他，天机老人的对手之一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能阻止血祭大阵，他就是盟友。好，三路齐进。你来了。不可能！这个方向，萧逸尘，好样的！就是这。天机老人，你的血祭大阵已经崩溃了。天机盘启动，天机震坤。凤九哥，你的天凤真身虽然强大，但你只是一个元婴期修士，天机阵可以吸收你的灵力。天机老人，你的天机阵困不住我。凤九哥，你的天凤真身虽然强大，但你只是一个元婴期修士，元婴期修士挡不住合体期巅峰的攻击。天机老人，你的末日快到了！不行，九哥，别管我，去保护其他人。这是什么？化神期也敢挑战合体期？不可能！撤！谢谢。我们还会再见。天机老人撤退了，九霄宗的山体上一片狼藉，血池中的鲜血汇成了一条条小溪，沿着山体流淌。九哥，我知道这些话太迟了，但我够了，萧逸尘，我不需要你的道歉。前世的痛已经化为冷漠了。天机老人会回来，我知道。下次不会这么简单。天机老人失去了血祭大阵的力量，还活着。合体期巅峰的天机老人依然是天玄大陆最强的存在。天风血脉，也许能帮我找到天机老人。天机老人，你的末日快到了。中州边境，现在和平只是暂时，真正的决战即将到来。
3天前，他在神族遗迹中得知了这个真相。天道神器不是外物，它是天道神器的封印，封印在天凤血脉之中。前世他用了1次9世涅槃，封印被加固了1次。今生他已经用了2次，封印还很稳固。合体期巅峰的天机老人随时可能再次发动攻击。灼烧是突破的关键。天凤一族的始祖在创造天凤一族时，留下了一个领悟：超越。这就是天凤真意。突破。元婴期9层，距离化神期只差1步。天际的云层在聚集，是天机老人的黑云。血祭大阵被毁，天机盘被破，他一定会再来，而且会带着更可怕的力量来。每次重生，修为会暴涨一个大境界。涅槃之雷不是要杀死凤九哥，而是要摧毁天道神器的封印。凤九哥重新站了起来。九哥，你突破了化神期。化神期1层。很好，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立刻知道。天机老人已经集结了黑煞楼全部力量，黑煞楼300高手全部集结，还联合了36个门派，投靠修士超700人，总数超过1000人。他们在哪里集结？中州北部，他在那里建了临时基地，周围布下36重阵法，每重都对应一个门派的护宗大阵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发动仙魔大战，以100万修士为祭品，突破合体期巅峰。之前的血祭大阵被毁，他在中州北部重布了更大的一座。他在什么时候发动？3天后，月圆之夜，届时中州北部天空会被暗红色灵力笼罩，方圆100里生灵都会被抽取灵力。3天后，我如今只有化神期1层，挡不住化神期巅峰，除非突破化神期3层，但3天时间根本不够。你必须尽快回来，我在基地有眼线，血祭大阵的核心在地下，只要摧毁核心，大阵就会崩溃。我去。九哥御剑飞行了3天2夜，化神期1层的灵力消耗大半，目的地是青云宗。但凤九哥不知道的是，天机老人的目的不是中州北部的血祭大阵，而是仙魔大战。赵师兄，凤师妹，你回来了，宗主在宗主殿等你。九哥，你突破了化神期。化神期1层，很好，但你来晚了。天机老人已经集结了黑煞楼全部300高手。他们在哪里？中州北部，他在那里建了临时基地，他要发动仙魔大战，以100万修士为祭品，换取突破合体期的力量。3天后，月圆之夜，届时中州北部天空会被暗红色灵力笼罩。方圆100里内的所有生灵都会被抽取灵力。3天够了。你来了。太子军25名元婴期修士，10名化神期修士。前世的痛已经化为冷漠，我不需要他的帮助，但需要太子军的战力，这是理智的判断。好，太子军和青云宗弟子成联军，赵天阳负责统领青云宗弟子，你负责统领太子军。好，我在等，等一个人。我来了。你的修为，化神期3层，
3个月前他才刚突破化神期1层，魔纹的力量比我想象的更强。魔纹在进化，3个月前只能吞噬化神期1层的防御，现在可以吞噬化神期3层。我在中州3个月，我调查了天机老人的基地，36重阵法，我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。破解顺序不能错，否则整个基地都会崩塌。崩塌了怎么办？血祭大阵会提前启动，100万修士会被抽取灵力，所以必须按计划破解。明天我们一起。天月圆之夜，雷神5000人来袭，50名化神期修士，还有合体期巅峰的天机老人。但我有天凤真身、九世涅槃、天道神器，有太子军、青云宗，还有叶无尘。我拥有的比他想象的更多。大战前夜寅时，青云宗上空的云层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。九哥，我来帮你。这个相爱相杀的人，这个曾在秘境中救过他的男人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天机老人要毁灭天玄大陆，我不同意。化神期巅峰，魔尊关的力量恢复了。明天我们一起。我在魔界也有眼线，36重阵法我已经确认过了，叶无尘的地图是准确的。明天你和叶无尘负责破解阵法。好。天机老人来了，进攻！凤九哥，化神期1层，天凤真身的翅膀在光柱的威压下开始碎裂，赤焰在光柱的冲击下开始熄灭。九哥，退后！萧逸尘，别管我！闭嘴！他的经脉已经碎裂，混沌之力在经怀中蔓延，正在摧毁他的丹田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他会死。怎么救？我需要以冰霜剑的碎片为引，以冰霜剑气稳住他的心脉，但他的经脉碎裂得太严重，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。我来护法。萧逸尘，你不会有事，因为我会杀了天机老人。凤九哥，你的太子只是暂时活着，混沌之力的侵蚀3天后才会完全爆发，3天之内你赢不了我。那就3天内解决你。战场西侧，叶无尘站一片废墟之上，他手中的血刃在手中缓缓旋转。叶无尘，中州暗卫的传人，你的魔纹到此为止了。叶无尘不回答，他的目光锁定在老者身上，暗红色的眼眸中没有恐惧，没有犹豫。血刃斩出，在空气中划过，留下一道血色的轨迹。魔纹的力量吞噬着长老的灵力。黑煞楼长老抬手防御，黑色灵力凝聚成一面光盾，光盾很厚，化神期5层的全力防御。他没想到叶无尘的魔纹可以吞噬化神期5层的防御。暗红色的刀光击中了光盾，黑色魔纹缠绕在刀光上，像一条条黑色的锁链。光盾在魔纹的侵蚀下碎裂。不可能！魔气侵蚀，叶无尘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力。魔纹的力量来自魔界的本源之力，但叶无尘不在乎。黑色魔纹从刀疤中涌出，魔气侵蚀，你撑不了多久。他举起血刃，刀光击中了长老，长老的身体在刀光的冲击下，长老被斩杀，但叶无尘的身体在崩溃，他的右眼瞳孔变成黑色，那是魔气侵蚀灵魂的标志。东侧，莫九明站在一片废墟之上，紫黑色长袍在飘动，魔尊冠在他头上闪烁。为首的老者，黑煞楼2长老化神期5层，莫九明
魔界的魔尊，一个魔界的走狗也敢来天玄大陆送死？走狗？你说谁是走狗？黑焰如龙冲向飞煞楼的修士，修士在黑焰中化为灰烬。这是我的战场。黑煞楼的修士们在黑焰面前开始溃败，化神期修士在黑焰面前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。天机老人，这就是魔界的力量。但黑焰的力量不是无限的。莫九明的修为已是化神期巅峰，黑焰是他以魔尊观的力量催动的。魔界之力，中州暗卫。天机盘上的符文开始变化，金色的符文变成了暗金色，那是天机盘的终极力量。天机老人要释放混沌一击，但这一次目标不是凤九哥，混沌一击锁定战场上的所有目标。混沌一击，凤九哥从天际飞来，赤焰在凤凰的羽翼上燃烧。他的神色骤变，混沌一击锁定的是整个战场。天机盘完全展开了，天机盘上的黑色符文开始飞散在天空，排列成一张巨大的星图，完整的周天星图。万年之前，我就是靠这个力量灭了神族。星图中的每一颗星辰都在旋转，星辰的光芒从天机盘中涌出，在天空化作一场光雨。煌煌光雨从天际倾泻而落在青云宗的山体上，光雨在接触到山体的瞬间将山体摧毁。黑煞楼的弟子们在光雨中奔跑燃烧，联军在光雨中节节败退。但凤九哥不会就这样倒下，他拥有九世涅槃，此刻他没有选择。九世涅槃，九世涅槃之力从凤九哥的体内涌出，照亮了整个战场。天凤真身在消散中重新凝聚。九世涅槃，你竟然敢使用九世涅槃！天机老人，你的末日到了。天凤真身在金色光影中展翅，金翅遮天蔽日。凤九哥冲向天机老人，100米金色凤凰在天空中飞翔，赤焰在凤凰的羽翼上燃烧。天机老人手中的天机盘在飞速旋转，大战继续。凤九哥的身体在光雨中燃烧，他的经脉在光雨中碎裂，他的骨骼在光雨中断裂，他的内脏在光雨中破碎。九世涅槃之力在灰烬中觉醒，天凤血脉的终极力量。九世涅槃的力量在修复，经脉修复，骨骼愈合，内脏复原，璀璨灵光在修复，在愈合，在复原。九世涅槃不是死亡重生，凤九哥的修为暴涨，整整一个大境界的提升。大战结束了。青云宗的废墟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，护山大阵彻底崩溃了。3个月前，谢无渊出现在雪山仙宫的废墟中，那时他还是化神期巅峰。九哥，师尊，你不需要为我浪费时间，天机老人还会再来，你需要变强，更强。我不需要你为我牺牲，但你需要我活着。师尊。你别管，你现在的修为不够救我，但有一种丹药可以救我，轮回丹。轮回丹存在吗？存在，但需要3种材料。第一种，北冥雪山万年雪莲；第二种，南荒深渊九幽黄泉；第3种，天道雷珠。3天之后，我的灵魂体将彻底消散，到那时，谁也救不了我。师尊，你放心。3天之内，我会集齐3种材料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离开青云宗之前，凤九哥去了后山，150块墓碑在风中静静矗立。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你。北冥雪山，万年雪莲，我来取。师尊，等我回来。北冥雪山，天玄大陆的最北端，一座终年积雪不化的雪山矗立在天地间。这就是天劫余韵。雪山半山腰开始攀登雪山，终年积雪，寒风如刀，炼虚期1层的修为在体内涌动，但寒风的力量超出了炼虚期的承受范围。天凤血脉的力量
正在被寒风一点点削弱。攀登了3个时辰，他终于到达雪山最高峰。凤九哥的剑气在冰窟的路径碎裂成无数冰晶，冰窟的墙壁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，冰层中封印着各种原本生物的残骸。凤九哥在冰窟中下降了1000丈，他终于看到了万年雪灵。白色的莲花在凤九哥的手掌中绽放，9片花瓣在掌边飞舞，每片花瓣都散发着纯净的灵力。第1种材料，万年雪莲，到手。南荒与北冥的极寒截然不同，南荒是灼热与腐朽的交界。凤九哥从云端俯瞰这片大地口，九幽黄泉在深渊最底层。凤九哥从天凤真身的翅膀上向下坠落，天凤焚天，魔蛇死了。100丈长的蛇身倒在血池边，九幽黄泉拿到了，那里有一团紫色的光芒在黑暗中闪烁，光芒中凝聚着一颗拳头大小的紫色珠子。天道雷珠，一股磅礴的力量从他体内涌出。炼虚期1层的修为在力量的冲击下开始突破，炼虚期2层，炼虚期3层。走！他转身走出洞窟，飞向深渊之上，飞向青云宗，尽快炼制轮回丹救师尊。青云宗治疗室，深夜，治疗室外的废墟中到处是残垣断壁。治疗室内谢无渊的灵魂体濒临消散，银白色的虚影在治疗室的石床上方。凤九哥站在石床边，手中握着3种材料：万年雪莲、九幽黄泉、天道雷珠。3种材料齐了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炼制轮回丹。炼虚期6层的修为在体内汹涌，紫色的灵力从他的掌心涌出，注入3种材料。3种材料在凤九哥的灵力下开始融合，白色的液体与紫色的蒸汽与紫色的光球，白色的液体与紫色的蒸汽融合，形成一颗淡紫色的丹药。紫色的光球注入后，淡紫色变成金色。丹药成型，轮回丹。要成型的瞬间，金色光芒从石中涌出，笼罩青云宗。轮回丹成了。张嘴。灵魂体重新凝聚，肉身也在灵魂体的力量下开始修复。谢无渊的肉身重新凝聚，一切都回来了。谢谢你，九哥。师尊，我说过不会让你死。你做到了。谢无渊从石床上坐起，化神期巅峰的修为在体内涌动。他伸出手，治疗室地面上冰霜剑的碎片在月光下散发着最后的微光。碎片在灵力的作用下重新凝聚。师尊，你恢复了。但还不够。天机老人合体期巅峰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最终决战即将到来，我们一起。轮回丹成后的第3天，青云宗的废墟开始修复，但天玄大陆的东方，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正在逼近。凤九哥他站在青云宗肺部的中央，感受着那股逼近的灵力，他在等。天机老人站在宫殿的屋上，手中握着一块灰色的圆盘天机盘。天机盘是天机老人的本命法宝。天机老人闭上眼睛，以天机盘推演天玄大陆的气运。灰色光芒从天机盘中涌出，笼罩天机山脉。光芒在天机山脉的天空形成一幅画面，画面中青云宗的废墟清晰可见。凤九哥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天道神器，我饶你不死。飞煞楼中黑袍修士们听到天机老人的声音，纷纷跪倒。3000黑袍修士在天机山脉的广场上列队。出发！灰色光芒在天机山脉的天空形成一条灰色的河流，3000黑袍修士在飞去向青云宗。天道神器，你配吗？天机老人，你错了。天道神器不是你的，它是天凤族的。凤九哥，你不过是一个炼虚期的蝼蚁，你凭什么与我对抗？就凭这一世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牺牲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。这一世，我要终结这一切。天机老人来了，明天我们一起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深夜，青云宗废墟中央，凤九哥独自站在废墟中，天道神器的一丝力量在掌中缓缓流动，这是他唯一的胜算。凤九哥站在9天之巅的峰顶，俯瞰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修士，铺满了山间空地。萧逸尘站在东侧，金色光剑在手中；谢无渊站在9天之巅的北侧，莫九明站在9天之巅的南侧。凤九哥站在9天之巅的中央，看着下方的修士们。我们一起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
4人站在他身边，凤九哥心中想着，这一世他不会再让任何人牺牲。深夜9天之巅，凤九哥站在峰顶看着星空，星空在9天之巅格外清晰，像一幅巨大的画卷。九哥，明天我会拼尽全力。你不需要拼尽全力，你只要活着。你也是。明天我会杀了天机老人。你不需要杀他，你只要活着。明天我会让天机老人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你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活着。谁怕谁？九哥，明天我会保护你。师尊，你不需要保护我，我需要保护你。师尊，这一世我不会让任何人牺牲。凤九哥站在峰顶中央，天道神器的一丝力量在掌中缓缓流动，这是他唯一的胜算。但这一世他不会再让任何人牺牲，这一世他要终结这一切。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。天机老人，你终于到这里了。凤九哥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在天界有布局。天界什么布局？天机盘自毁，天玄大陆所有天机之力将全部消散，你的天凤血脉也将随之消散。天机老人，你以为你在威胁我？不可能！天道神器的一丝力量，你怎么可能？天机老人，天道神器不是你的，它是天凤族的。凤九哥，我师兄他会找到你的。天机老人死了，但他的师兄还在，天界布局还在。天机老人死了，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凤九哥，我叫天机子，不是天机老人手下的天机子，我是他的师兄。天机老人是我师弟，他这一生执迷不悟。万年之前，他与天界某位存在秘密交易，以天玄大陆100万生灵为筹码，换取突破合体期的力量。万年中，他布局、算计、杀戮，无数人死在他手中。包括我的弟子，师弟一生执迷，但无辜之人已死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道歉，不能让死者复生。我知道，但我必须说，天机老人的天界布局是什么？存在秘密交易的那位，是天界的合体期圆满强者，他才是天机老人真正的大师兄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真正的天界布局。他死前留下的天机盘碎片，不是重建天机阵的，而是打开天界之门的钥匙。他想用碎片让天界存在降临，将天玄大陆变成天界的棋子。天机盘碎片被我收集了，我会找到打开天界之门的方法，然后终结这一切。但天界的债该由天界的人来还，你现在还够不到那个层面。够不到就去够。走吧，我们去青云宗。凤姑娘，你回来了，天机老人他死了。凤姑娘，青云宗欠你一条命。我需要去雪山仙宫，与谢无渊商议下一步计划。凤姑娘，小心。青云宗，战后第45日，重建完成。150人，每一条命都是一个家庭。这些弟子为了我而死，我不会忘记。凤姑娘，青云宗重建完成，宗门上下感激不尽。你是青云宗的恩人。宗主，青云宗不是为我重建的，是为那些死去的弟子，他们不应该白白牺牲。凤姑娘，你是大恩人。我不是什么大恩人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天机老人死了，
但他的师兄提到了天界布局，我需要找到打开天界之门的方法，然后终结这一切。你来了。师尊，天机老人死了，但他在天界还有布局。万年之前，他与天界某位存在秘密交易，以100万生灵为筹码，换取了突破合体期的力量。那位存在是天界的一位合体期圆满的存在，他是天机老人的大师兄。天界布局，天机老人的大师兄是天界的最强守护者，天界比天玄大陆危险得多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你一起。好，一起。杀了他，否则我杀你！我的灵魂在尖叫，但我无法反抗。弯出来！我在这里站了3天3夜，前世他背叛了我，今生他为我挡下了致命一击。九哥，你来了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九哥，对不起，前世我背叛你，今生我又伤害你，但我从未后悔救你。你不需要道歉。我知道，但我需要说出来，说出来我才能安心。萧逸尘，你做了你该做的，这就够了。我去不了了，我的修为在致命一击中已经彻底瓦解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萧逸尘，你不需要道歉，你已经用生命赎罪了。下辈子，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会好好对你。萧逸尘的死讯传遍了整个青云宗。萧逸尘死了。萧逸尘，你已经得到了救赎。叶无尘在等我，莫九明在等我，谢无渊在等我。萧逸尘死了。我知道，他做了他该做的。他用生命赎罪。九哥，天界的布局，天机老人的大师兄，你需要小心。我知道，无天之巅是最终决战的地点，也是我力量觉醒的地方。3000年的守护，从他出生之前就开始了。他守护仙谷3000年，等的是天凤一族的血脉。魔气被净化了，但忠诚还在；魔界和平了，但执念还在。我知道你们的心意。萧逸尘已死，他的忏悔我收到了。谢九渊，你的3000年守候我不会忘记。叶无尘，你的忠诚我铭记于心。莫九明，你的执念我理解，但我给不了你任何答案。我修的不是情，是道。这一世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牺牲。天界的布局，天机老人的大师兄，这一切必须终结。我会等你回来，我会等你从天界归来，我会等你回来。凤九哥走向天界，去终结这一切，而他们会在这里等他回来。天劫，来吧！第1道天劫硬扛过去了，第2道天劫过去了，第4道天劫，不行，我不能失败。我是天凤一族的最后血脉，涅槃重生的人。9世涅槃之力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第7道天劫，第8道天劫，我一定会扛过去。天劫已过，飞升的时刻到了。第1级，身体开始接受天梯的洗礼，天界在迎接它的主人。新的力量正在诞生，那些跌倒、战斗、成长的地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，我会等从天界归来，我会等你回来兑现你的承诺。每一集都让我离天界更进一步。我飞升了，我来到了天界。天界，我来了！
我终于来到了天界，这里与天玄大陆完全不同。天玄大陆有蓝天、白云、青山绿水，但天界只有金色云海、仙鹤和宫殿。天界的力量比天玄大陆强大10倍。我的飞升期修为在这里只相当于合体期巅峰。天凤一族的传承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我必须先抵挡住天界的压制。这里不是传承密室，这种符文与仙骨上的极为相似。难道神族与仙骨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前路必定艰险，但我无所畏惧。天界遗迹位于天界最深处，这里藏着天凤一族的终极秘密。混沌之河，创造天玄大陆的力量，尽在天界。天凤一族本是天界种族，始祖将天凤血脉种入天玄大陆的婴儿体内，那是我的前世。万年之前，天凤与神族在天玄大陆大战100年，几乎灭族。只有一个婴儿被救了出来，那就是我的前世。我是天玄大陆的最后的继承者。始祖离开后，天界的天凤一族失去守护者，最终灭亡，传承断绝。天凤一族，我会恢复你的荣耀。混沌之河，我需要找到它，守护它，用它的力量修复天玄大陆，终结一切邪恶。我进入了混沌空间，这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方向，只有无尽的混沌。这是天地形成之前的原始空间，是创造之前的虚无。我感受到了一股更加古老的力量，创造天玄大陆的力量。那是神族始祖的遗骨。万年前，神族始祖在天凤一族的帮助下，将上古魔尊封印在混沌空间。他在这里创造了神族，便消失了，只留下遗骨沉睡了万年。天机老人的血迹扰动了封印，魔尊残魂苏醒，而神族始祖的遗骨也苏醒了，引导着我来到这里。两位始祖是挚友，天凤血脉与神族之力融合，才创造了混沌之河。传承开始，神族始祖的传承，让我获得了全新的力量，但这还不够，我需要混沌之河的力量。这就是混沌之河，创造天玄大陆的力量。混沌之河的力量开始与我融合，我的修为正在突破。天凤血脉是混沌之河的钥匙。我需要让血脉适应这股力量。九哥，谢谢你。宗主，九哥殿下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会回来的，因为他守护了天玄大陆，天玄大陆也会守护他。萧逸尘，我会为你报仇，我会终结一切邪恶。前世，我信你换来万劫不复，今生只为凤凰涅槃。我凤九哥的命我自己定，天定的我改，神定的我灭。
我修的不是秦氏大阵，这一世我守护了天玄大陆，下一世我要守护天玄大陆的所有的生灵。我叫谢无渊，3000年前，我是神族最后一位守护者。那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。3000年过去了，那个人还没有来。你是谁？我叫谢无渊，我是这块仙谷的守护者。仙谷，你能带我进去吗3000年，第一个站在祭坛前的人，说的是带我进去。师尊，你守了这里多久3000年。师尊，等我。好。3000年前我守住了仙谷，3000年后我守住了他，3000年都等了，不差这个。我是暗卫，天生的杀手，天生的忠诚者。暗卫不需要名字，你活着就是执行命令，你死了也是执行命令。暗卫是人，人就有感情，有感情不是弱点，是力量。无尘，活下去。暗卫不该哭，可我就是哭了。我来帮你。不值得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准你死。九哥，暗卫没有名字，只有代号。从现在起，你不是暗卫，你是叶无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暗卫，你是我的叶无尘。我叫莫九明，我是魔尊，魔界至尊。你疯了！你是魔尊，我是正道的人。魔尊怎么了？魔尊也是人。凤九哥，你救过我，我欠你的，这条命是你的。你若敢动我一根头发，我便让魔界为你陪葬。你试试。忍一下。你打仗的时候能不能别冲那么靠前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是死了，魔界就没人跟我一起打天机老人。他说的是，我不希望你死。凤九哥，你在天玄大陆，我在魔界，我们隔着千里。但没关系，我会等你，等你从天界归来，然后兑现承诺。我是萧逸尘，我是人族太子。前世我背叛了凤九哥，今生我重生了。弯出来！我喜欢你，萧逸尘，你知道你多可笑吗？你配吗？天机老人在我灵魂深处种下了一个印记，每当我反抗，他就会灼烧。杀了他，否则我杀你。太子殿下，这婚我不嫁。这是我在柳如烟的闺房里找到的。太子殿下，你不需要替我说话。你不需要来。我来。为什么？萧逸尘，你疯了吗？
今天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玄大陆上有一位凤仙尊。可他是凤凰变的？不是凤凰变的，是人，但他体内流淌着天凤血脉，是天凤一族的最后血脉。凤仙尊16岁那年被最爱的人背叛，那个人剜了他的灵根，他跳下诛仙台，赤焰包裹了他，天凤血脉觉醒了，他重生了。他有多少修为？化神期巅峰，后来突破了，突破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地方。后来天机老人来了，凤仙尊不怕他，他一个人站在9天之巅，300丈金凤凰遮天蔽日。可凤仙尊赢了。他有队友吗？第一个是雪山仙宫的谢无渊，他守护了仙谷3000年，等了凤仙尊3000年。第二个是叶无尘，天生的杀手，可凤仙尊说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准你死，他听了。第三个是莫九明，他是魔界之主，可凤仙尊说你若敢动我，我便让魔界为你陪葬，他笑了。还有谁？萧逸尘，前世他背叛了凤仙尊，今生保护了凤仙尊，他为凤仙尊挡下了致命一击，死了。凤仙尊还会回来吗？他一定会回来，因为他是凤仙尊。他说：“我凤九哥的命，我自己定，天定的我改，神定的我灭。”